啊，特别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熟悉的瓜果蔬菜，对不对？而且呢都是特别大个的。那专家跟我说啊，就是这些我们很熟悉的瓜果蔬菜，是我们吃了之后呢，会把它的皮呀、籽啊，还有仁儿啊都扔掉了。但是，就是这些皮、仁儿、籽交给我们今天的这位专家手里面，就会变成治病、调理身体的法宝。那大家来猜一猜吧，觉得这些哪一个是可以调理身体啊？它的皮、仁儿、籽？我觉得应该是杏仁儿，因为每次吃杏仁儿的时候都是连着一起吃，我觉得应该还挺有营养的。这是有一个答案，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今天专家还跟我说这些瓜果蔬菜当中有一种瓜果蔬菜，它的皮是不能吃的，如果吃了的话，会让我们的身体感觉特别的不适。大家能猜到是哪一个瓜果蔬菜的皮吗？石榴吧。石榴皮不能吃，为什么？石榴皮是不是得特苦啊？啊，您觉得味道不好，所以不能吃哈？我觉得是。那具体答案是什么？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最关键的是，咱们能吃的这些瓜果蔬菜啊，它的皮、仁儿、籽有什么样的作用？能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重量级的专家了。柴氏中医3代家传。我曾祖父从事教育，擅长书法，兼从中医。我父亲呢，酷爱国学，专司中医。柴老之父柴浩然行医60年，主张寒温辩证为一体，全国首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到我们这一代，姐弟4个都从事中医。柴瑞霭传承祖业，行医半个世纪，第3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始终贯穿着治病必求有本，治病以脾胃为本。国家级名老中医毕生养生防病总结，为您带来3子3仁3脾，化痰理3焦。周继甫，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学会呼吸分会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分会委员。欢迎国家级名老中医柴瑞霭柴老以及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周继甫周主任，欢迎2位的到来。柴老您好。你好。周主任你好。哇，这气势大家看到没有？怎么还上了很多大将军啊？这您出门还带着保镖呢哈？哇，这个气势太足了哈，有一点排兵布阵的感觉，上了战场一样。听说您平时出诊的时候，这个气场也是特别大的，是吗？我出诊的时候啊，常常也有这么多的学生陪着，但是我主要的是，有时候在出门诊的时候、看病的时候，有这些大将军帮着我为群众治病。哦，用大将军来帮助我们治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哈，场上有9位大将军，而且呢，他们身上都分别贴着什么上将军啊、中将军，还有下将军，还有旗子呢，写着3子3仁3脾，这都什么意思呀？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啊，常常接触有3子仁、3仁、3脾。这些都是植物园里的东西，菜园子里的东西，我们都借助它们给治病，给群众治病。哦，明白了。所以这每一位大将军也代表了不同的什么蔬菜水果的籽啊、仁啊、脾，您是用它来治病的。对。那说到这个中医给我们开方子啊，我们都会想到是中药，但是您为什么偏偏喜爱用这些什么瓜果蔬菜的皮、仁、籽来治病呢？其实药食同源，许多中药啊、中药材，它其实就是植物或蔬菜。哦，就是植物和蔬菜。刚才开场的时候啊，我提到了，跟大家说了，说有一些瓜果蔬菜的皮啊、籽特别好，但有一些啊，它们的皮不好。刚才有一位阿姨猜到了，说是石榴的皮是不能吃的，吃了之后身体不舒服，猜的对吗？石榴皮，它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它有什么作用？我后面再给大家说。那么还有一种我们常见的这个红薯，那么红薯呢，它是一个保健食品，非常好。但是它的皮呢，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因为它的皮里含有一种生物碱，它可能对这个胃肠啊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有些人吃了会出现一些胃的不舒服。特别是如果这红薯皮儿上长了这种黑点儿了，那么我们就最好就更不要吃了。
它有可能是有了这种我们叫黑斑病，那么它的这个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东西。明白了，阿姨哈，您刚猜的这个石榴皮是好东西呢，一会儿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好。但这个红薯皮大家记住了是不能吃的。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不能吃的皮是什么了，剩下就全都是能吃的，都是好东西了。有我们常见的，还有一些大将军。那就先认识一下这几位大将军吧。我看看啊，他们是分组的嘛，3个大将军一组。那么我们就来先介绍一下第一组大将军。据说呢，咱们的第一组大将军啊是有传奇故事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是什么故事。这3位大将军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舞台的这一边，我们要还原到当时的一个场景，回到当时的一个朝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是什么故事？明朝正当年间，有一个名医，他做了一本书叫《韩氏一通》。有一天呢，有3个读书人去找他去看病，就是他母亲呀，经常咳嗽、气喘、吐痰、腹胀，大便有时候不太通，粘滞。他就没有给用什么大方子，只给开了3个字。结果用了这个药以后呢，效果非常好，这个病逐步的就减轻了。这3个东西呀，都是我们平常菜园子里有的东西，就是菜园子里的一种食物的，它的籽是吗？它的种子。哦，它的种子就解决了刚才说的，又是咳嗽，又是气喘，咳嗽、有痰、气喘、吐痰、胸闷、大便粘滞这些病。太棒了！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演员们还原了那个朝代，谢谢几位。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症状，就是菜园子里的几种籽就可以解决那么多的问题。那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用这个经典的方子，名医的这个方子给现代的人看病吗？这3个字经常用的方子。听说今天呢，您的一位患者也来到了现场，也用的就是这个经典名方。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这位患者上场。您好，叔叔，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多大岁数？我今年40多岁。40多岁，当时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哪不舒服，去找柴老看病呢？当时就是有病以后输了几天液，后来呢早晨起来，咳嗽痰特别多，肚子也胀，也睡不好觉，身体也没劲儿，也吃不下饭。浑身不舒服，然后就去找柴老看病了。对。柴老当时给您开的那方子是什么？菜园里的那些籽。当时有考虑到说，这能看病吗？是，当时想就这么点药，它能看得好我这个吗？是这么考虑的。是吧？感觉都是食物的籽哈。对。柴老，您来介绍一下当时他找您看病的一些情况。这位病人呢，首先从体质上说，他微胖。中医讲，比较胖的体质啊，都是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呢，那脾胃就不好。脾胃是有湿，湿不运，就往往产生一个什么？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生痰滋源，肺胃助痰滋气”，它就出现这个呼吸道病。经常咳嗽、气喘，尤其是吐痰比较多，而且有胸闷、顽皮、腹胀，还有个大便粘滞，这些都是痰湿比较盛的一些症状。然后我就给他开了这么3个字，掏了个2陈汤。他吃了这个方子以后啊，效果就非常好。足部吃的痰少啦，咳嗽减啦，胃不胀啦，大便通了。吃了这3个籽之后，您觉得怎么样？自身的感觉？大概2周左右吧，效果明显就改善很多了。我这还想再开几副，完了回家去吃吃。就是有痰，好多人都有，然后胃胀啊，然后便秘啊，大便不畅这些问题，对，基本上都得到解决了。对，就改善很多了。改善很多了，好，特别棒。所以啊，别小瞧了咱们菜园子里的这3个籽，它可是有大作用的哈，特别棒。谢谢您的分享，我们掌声送给他，谢谢。好。
好，那说到这菜园子里的3个子，它们除了像是痰多呀，能解决咳嗽的问题、肚子胀、恶心啊，还有大便的问题，还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了让大家能够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刚才的那位患者的那些症状哈，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一个道具，我们都准备好了，您来讲解一下，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症状，我们也可以用这3种子，菜园子里的3种子来解决问题。刚才那个患者出现的这些症状呀，主要是跟我们这个肺出了问题有关系。那么我们这个肺呀，在我们的上焦，肺主宣降。那么什么是宣降呢？首先我们说它那个宣发功能，宣发呀就是肺气啊要向上和向外，把人体的这个水液呀，还有这个精微物质啊宣散到外面去。那么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达到一个就是固护我们人体的肌表，就不让这个风寒来侵袭我们的肌表。第二个就是达到这个调节这个汗孔的开泄，使我们的这个出汗保持一个正常。还有就是滋润我们的皮肤。比如说在外面受了风寒了，那么就会出现，首先影响到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有烟的这个管儿，那不就是肺气？那肺气它不能往上宣发了，那么它就闭住了，闭住以后就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最常见的就是胸闷咳嗽了。就是我们正常健康的人，应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管子里有一些烟哈，烟是往上走的，这是正常的，应该宣发出来。对。但是如果我们身体出问题了，这宣发不出来了。对，它就不能往上往外宣发这个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还有这个肺气，就是肺的气，因为这气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觉得身上不出汗，然后怕冷，然后咳嗽然后流鼻涕，那么这些都与肺的宣发功能异常了有关系。那么这个是肺的向上的一个功能。那么肺还有一个要向下，那么这个就是说的肺的一个速降的功能。那么什么叫速降呢？就是一个下降，一个倾速这样的功能。它主要是肺第一个速降的功能是要把这气要吸进来。那么中医讲肺主吸气，肾主纳气，就是我们自然界的这个空气要进来以后，是靠的肺的下降的这个功能。第二个呢，就是下降要把这个人体的这个精微物质还有水液要向下布散到这个肾、膀胱还有大肠，来把这个形成这个水液代谢的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废物排出去，这也靠的肺的速降功能。如果这个肺的速降功能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异常，它不能下降了，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呀？就会出现一个叫肺气上逆了，就是这个气机不能往下走了，它就往上走。就像我们那个河流，那个水道它堵住了，那么呢水流不过去了，它可能就要往回流，这个道理也是就是这样的。那么气机上逆，第一个症状也是咳嗽、气急。那么如果它这个水液代谢往下走不了了，就是不能正常的到达我们的肾、到达我们膀胱和大肠了，那么就会出现这个聚湿、聚水，这个成痰成饮，病人会表现为除去咳嗽，还会表现为痰多，那么就是这个咳喘、痰黏这样的症状。就像刚才那位叔叔就说他有点痰湿了，就是有这个速降的问题了。对，所以就会有咳喘、痰黏啊，我们都可以自己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肺还与这个大肠相表里，就是肺气的不能速降，它也会直接影响到大肠。那么大肠我知道是传导的功能，那么如果它出现了问题以后，就是直接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便秘，就是排便困难。便秘，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个问题，看似小问题，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可能会引发大麻烦，像是什么肠道疾病、肠癌都和这个便秘相关，是吧？对，一般有的习惯性便秘就和我们的这个肺的问题有关系，不光都是大肠的问题。还有就是因为它这个水液代谢不好，也会出现小便的不利，甚至会出现一些水肿的疾病，都跟这个肺湿速降有关系。水肿一般是下肢水肿吗？对，下肢水肿有一些有的时候是和这个肺有关系。也是和肺有关。我们可以看到大屏上已经出现了肺湿宣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肺湿宣降具体还和哪些疾病是挂钩的？一般来说，如果肺湿宣降以后，最常见的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慢性咳嗽、急慢性咳嗽、老慢支啊、哮喘等等。
那么比如说1个月前感冒了，那么感冒以后啊，他就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自己就是也没吃药，结果他这1个月以来啊，就出现这个症状也比较多，咳嗽也不好，然后有痰，然后身上怕冷不出汗，鼻子也不通气儿，那后来他实在扛不住了，就说来看看吧，那么来看以后呢，他实际就是一个典型的外感风寒以后肺气不宣了，那么出现的这些症状。那么其实给他吃一些祛风然后宣肺的这些药，他很快症状就减轻了，所以他告诉他以后就是出现这种感冒的症状呀，就早点吃药，这样就不至于1个月这症状都不好了。最关键的是，很多人可能认为，哎呀，肺的事儿就是咳嗽呗，就是这个喘不出来气儿呗，或者是严重了不能呼吸呗，还能有什么呀？其实啊，我们下面的下焦的哈，就是肠道的或者膀胱的、肾的一些问题，也是和肺是密切相关的。大家都对照了，有没有这些问题？那大家看这问题很复杂，有很多症状，但是偏偏就是菜园子里的3种子，刚才说了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这些问题。那关键的来了，菜园子里的这个3个大将3种子都是什么呢？我现在就去看一看吧。第一组大将军，他们身上都写的是我们菜园子里的什么子呢？这大将军有点意思哈。第一个大将军写的是上将军，这还有称号的，写的是苏子我们记住这是上将军。再来看中将军，写的是白芥子，是不是？好，再来看下将军是什么呢？来福子，这个我知道哈，也叫萝卜子。好，来问一下专家了，他们很有意思的都对应了不同的将军，上中下将军，您跟我们说一下吧，这些药都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分为不同的将军呢？《黄帝内经》说，三焦者，厥肚之官，水道出也。三焦呢，一个作用就是管水液代谢，还有一个作用呢是管气化功能。我们今天讲的主要从部位上讲，上焦、中焦、下焦。上焦包括着肺、心，中焦包括着脾胃、肝胆，下焦包括着大肠、膀胱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3个将军，主要是上将军，主要指的是肺。肺用的是馊子。馊子用的时候啊，一般要炒一下。它主要针对的是上焦。所以他是上将军。上将军，中将军主要针对的是中焦，白芥子，它理气化痰的作用非常好。那么下将军针对的主要是下焦，它不但有化痰、降气、平喘的作用，它还能有消导的功能。一般大便粘滞、大便不通，它的效果也非常好。刚才前面我们说了，肺和大肠相表里，上焦的肺和下焦的大肠。如果说来福子，它有很好的消导功能，它能帮助消化，能帮助导致我们吃的食物能倒下去，那么大便通了、通畅了，上边的肺气也就宣降了，它的气喘、咳嗽也就明显的好转了。那就是菜园子里3种蔬菜的籽把我们身上的这个上焦、中焦、下焦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全都解决了。那我们上中下焦都通畅了，那是不是就延年益寿了，周主任？对，在《中藏经》中记载了，就是3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刚才柴老讲了这个3焦的功能了，它实际就是2个，一个就是通行元气，一个就是通利水液。那么如果你这个道路有一个地方去不通畅了或者堵滞了，那么它就会出现3焦不通的症状。而且刚才呢，我们专家一直在强调说这来福子，来福子刚才我也认识，它是这个萝卜的种子。萝卜的种子。萝卜的种子，所以我很好奇啊。我们经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就是现在正是吃萝卜的好时候啊。来福子、萝卜子它是降气的呢，还是补气的呢？那么萝卜除了好吃呢，它还有一个这个消食啊，这理气的作用。
但是其中这个萝卜籽儿，我们一般很少吃萝卜籽儿，但是萝卜籽儿是很好的一个中药，它的主要功能啊，就是一个降气化痰。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咳嗽啊、痰黏不好出来的情况，那么用莱菔子效果比较好。莱菔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功效，就是消食啊、除胀，就是治疗这个吃多了，就是食积了。那么这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本草纲目》里记载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人呢，他特别喜欢吃豆腐，他每天吃豆腐，结果吃多了，豆腐吃多了以后，他就出现症状了，就是再也吃不下饭了，这个肚子胀，其他的饮食吃不下去了，他吃了好多药都不好，有一次啊，他听那个卖豆腐的说了一件事儿，卖豆腐的说他做豆腐的时候，他这个妻子把这个萝卜水给倒在这个豆腐里了，倒在这豆腐里，结果这一锅豆腐都做不成了。哎，他就一想，他说这个萝卜是不是能这个消这个豆腐这个吃多了？他就天天喝萝卜汤，结果他这症状还慢慢真好了。这就说明这个莱菔子啊具有比较强的这个消食啊、除胀的这种功能，尤其是老慢支的这个患者，他平时容易这个吃多了或者肚子胀，而且又早晨咳嗽吐痰，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吃点萝卜呀。甚至吃点萝卜籽儿，就是用萝卜籽儿来做熬汤啊，这些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辅助治疗效果。哦，我们可以看大屏幕上也出现了哈，这个来服根叶同功，生食生气，熟食降气，这是《本草纲目》的记载，它还能生气呢，是吗？那个《本草纲目》对莱菔子啊比较推崇，它介绍的比较多，它不光说了莱菔子的功效。味辛呐，然后入这个肺脾经啊，有这个降气化痰、消食的功效。那么还重点说了它的这个生和熟的区别。生食就是可以生气，可以化痰，就是恢复肺的这个宣发的功能。就生着吃。对，就是不炒。那么熟呢，就是炒了莱菔子，我们把它炒熟了以后，那么它就有降气的功能。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莱菔子，就是我们这个中医院的这些莱菔子，它一般都是炒过的，所以它就是比较强的降气的功能。哦，这也体现了我们中医的这个奇妙之处生着吃和熟着吃是不一样的。萝卜籽我们明白了，刚才开场的时候在这个桌子那儿有好多的蔬菜水果，还有果实果仁儿。那这些它们的籽有没有什么妙用呢？是我们可以学到的。比如说石榴的这个汁儿啊，对胃肠有好处呀，什么降糖啊，降血脂啊等等。但是石榴的皮和籽儿也是功效非常多的。比如说石榴皮，当然它不能吃，但它实际它是一个药材，我们中药里就有这个石榴皮，它的作用啊，它比较涩，它治疗一些什么疾病呢？比如说它有抗炎的作用，另外它还有抗过敏，比如说鼻炎呀、皮肤容易过敏，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用到石榴皮。还有的时候经常腹泻，腹泻很长时间不好，我们就取这个石榴皮的涩的这个作用，涩肠止泻，所以有时候就用到这个石榴皮。那么石榴籽儿呢，因为它比较硬，我们一般不会吃完石榴去吃那个籽儿。对。但是石榴籽儿啊，其实它也有药用价值。那么他发现它里面有一些石榴籽儿的一些含有叫多酚的这种物质，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那么就是它可以有治疗关节炎，然后还有一些抗皱美容的功效。所以石榴籽儿的这个药用价值也是存在的。还有就是我们常吃的那个南瓜，南瓜在《本草纲目》记载啊，它的这个南瓜这个肉啊，它就是有补中益气、有降糖止渴的作用，所以特别适合于什么呀？糖尿病。糖尿病我们中医叫消渴，那么它是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辅助食物。这个南瓜这个籽儿啊，也可以吃。那么它的籽儿也有功效，比如说它的籽儿就含有人体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它可以有这个提高记忆力，然后健脑的这种功效。另外还有一些亚油酸，它可以使这个辅助啊，就是降糖啊、降脂这样的功效。好，我们再话说回来我们这个菜园子里面的三子可以通上焦、中焦、下焦的，它能解决好多问题，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经常出现的什么咳嗽痰多呀，然后排便困难啊，然后肠胃胀啊、恶心都可以解决。那我们就得学会怎么用它，这个很关键。对，我们在家里应该怎么用这三个子能解决这些问题？柴老，这三个子呢？有收子，收子我们用的时候稍微炒一下。白芥子我们用的时候有时候也稍微炒一下。白芥子是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用的一个东西，我们吃那个芥末油就是从它那儿出来的。莱菔子呢我们用的时候也炒一下。那么收子、莱菔子、白芥子这三个
它的量应该是苏子6克，白芥子3克，莱菔子呢6克。它的制作方法是把这3个籽儿可以轻微捣一下，它就捣了以后它就好煮一点。哦，功效容易出来是吧？对，就容易煸煮出来了。然后呢，你把它熬，那么熬2次，第一次呢，我考虑熬15分钟就可以，第二次呢，熬10分钟就可以，然后煎煮好了以后啊，就可以当代茶饮去喝，非常方便。煎煮2次，一次10分钟，一次15分钟。开始15分钟，第二次10分钟，然后2种水兑在一块儿，哎，不能低于这个时间。2种水兑在一块儿，然后代茶饮，这是1天的量。其实也不用多，就这么一小杯就行了，就像这个有这么一小杯就行了，因为它量不大，一个6克，一个3克，还有一个6克，有一茶杯就可以了。明白了，不用特别多哈，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方子。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特别不适合用、不建议用的？有吗？对。那么它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咳嗽、喘、痰多、顽皮、腹胀，我们经常说的大便粘马桶、大便不利。那么它治的都是痰湿的病人，它治的是实症。那么虚症的就不能用了，虚症当然一般就是痰比较少，对吧？它气短，但喘的不明显。当然肯定判发了这些情况，虚弱的情况，疲乏啦，面色黄白啦，这些情况是不能用的。好，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是适合您用的话，可以在家里来操作一下。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很多疾病，其实都和肺的失去这个正常的宣降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菜园子里的3子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特别好哈。我知道接下来我们那一组的大将军要解决的问题啊，也非常的不一般，而且呢，他们是我们子人皮里面的人了，关键是我听说它特别的好喝，好像叫做宣肺和胃3人露。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些工具呀，然后食材，我们来操作一下，给大家做一下吧。这边请，2位这边来。好，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我们这个九阳破壁调理机里面已经放了一些东西了，但是大家看不到，我可以看到是什么。您先教我们一下怎么操作吧。怎么做？现场就制作这个制作也比较简单。这2种东西都是我们超市都能买着的，家庭很多也不能说必备的，就是非常常用的2种食材。熟悉的。对，然后就这2种，如果你要1个人喝呢，你就用到6到10克这2种，然后放到这个破壁机或者这个料理机里面，我们加适量的水，就像我们家里打豆浆一样。果仁的量是有一定量的，然后我们加多少水呢？加到一般的加到3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就是半瓶矿泉水差不多。对。好。也就是这样来打，然后打碎为止是吗？对，把它打碎了，就像我们做豆浆一样。然后那个还有一种啊，我们就需要先泡一泡，然后那个就不能直接打了。那种东西呢，因为它味儿啊比较冲，所以我们就一般用1-2克就可以了，把它就用水熬一下，熬个2分钟左右。然后打碎了2种仁之后，我们再把第3种仁熬完以后给它兑进去，熬一下，再兑进去，只兑汤吗？对，就兑它的汤。它的仁我们就不放了。仁我们可以放1-2个也可以，但是主要用的它的这个熬出来这个汤嘛。哇，我跟大家说啊，我开了这个盖子之后，闻到的味道真的特别的香，浓浓的这个香味儿哈，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应该让大家来尝尝吧。但是它是好喝的，但是呢也能解决病痛的，也能解决大问题的，所以还是要对症下药。您来我们现场找一找，看有没有特别适合喝这个方子的。我们的观众好不好？周主任，您下到我们台下去找一找。所以我们这位女士是特别适合刚才我们打的3人露的，特别好喝的3人露，先让您来尝一尝哈，尝一尝什么味道，先分享一下，真的好喝吗？什么味道啊？好喝吗？有一股杏仁味儿，挺好喝。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经常喝那杏仁露是吗？对。
特别好喝。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位女士是特别适合喝这特别好喝的三仁露的呢？中医认为是脾虚湿聚的，就是湿比较重，或者老百姓话说我湿比较重。那么哪些是这个脾虚有湿的一些症状呢？首先我们看这个人呢，他就是一般的偏胖一些，然后这脸色呢比较黄，比较淡，就是说这脸色没有光泽，然后面色特别黄，就是不够精神，然后还有他自己就会觉得天天啊没精神儿，可能就吃完了就困，或者就是这个爱累。还有吃完饭呢，他可能有时候胃啊，有时候觉得这个不舒服，或者觉得这个吃完了就不爱消化，肚子胀，一伸舌头呢，舌头比较大一些，我们说的有齿痕。另外一个就是舌苔有的人会厚一些。那个大便呢，他可能会觉得，要不就是大便次数比较多，就大便不成形，或者我们中医说的叫溏泻。一般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认为他比较适合吃这个三仁露。我在下面的时候已经看到您的舌头了，您再吐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齿痕特别的严重，对，然后舌头是比较胖大的，这是一个典型特征。还有刚才专家说的那些症状，我看您是一直在点头，是认可是吗？是有这些症状吗？您来说一下。有的时候就感觉胃不太舒服，或者说大便有时候偶尔不太特别好那种，对，它是偶尔出现那个。然后精神头不好，精神头不好就感觉很疲劳，有时候很累，对。现在我们可以看大屏上就出现了，这是什么症状呢？这是脾虚湿盛的症状，侧屏也有了，我们大家可以对照一下了。那如果对照上了，觉得这些症状我也是有的，那大家真的有口福了，因为我们经常说，要吃这个中药或者是代茶饮哈，来解决问题，多多少少味道没有那么好，但是今天的这个三仁露味道好极了，是吧？已经见证过了，三仁露味道好极了。那具体这个方子是什么？怎么做的呢？我们一会儿来教一下大家。先掌声送给您，谢谢。先请大家休息，谢谢您。谢谢。刚才我们知道这个菜园子里的三子啊，它是名方，是个经典方。那这个三仁露它也是一个经典方吗？这三个人呢，也是来自一个名方。中医有一本著作，也叫《四部经典之一》，它叫温病调变，很有名。它有个三仁汤。咱们这个三个人啊，拿了它三个主要的部分。这个名方呢，主要是治疗湿温病，就是人体的湿重。有时候呢，内湿比较重，感受一些外湿以后，出现一种湿温病。它用这个方子啊，主要的是湿恶胃气。这个方子有一个功能，它能治上吊、中吊、下吊。湿温病一开始，主要我们叫湿恶胃气，就是人的脾胃有湿，因为这个湿啊，它的中心在脾胃，但是感受外湿以后啊，往往形成我们的湿温。湿温也是个外感热病，是个发烧的病。那么这个方子啊，你看它能宣上、畅中、渗下。这个方子是个名方，而且效果非常的不错。我们刚才喝的那个三仁露是它有这个杏仁儿、白蔻仁儿、生薏仁儿，是不是这三种仁儿呢？咱们去看一看这三个大将军写的是什么。我到这边来揭晓一下，来揭晓第一位上将军，果然杏仁儿没错。中将军白蔻仁儿也没错，下将军生薏仁儿。就是这三种仁儿哈，所以它们什么意思？也是可以通三焦吗？你看杏仁儿，它有宣肺的作用。刚才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说它的宣降肺气以外，它还能宣化气机。因为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肺气宣了，人体的气机、人体的气化也就宣开了。蔻仁它是一个非常香的一个药，中医叫什么呢？叫它芳香化湿。中医的脾胃有湿了以后啊，你不一定就是一个方法去燥湿、去祛湿，它还有一个方法叫仿化祛湿、仿化醒脾，就像这脾胃睡着了，它不好好工作了，然后用仿化的这个药物把它叫醒，你开始工作，你要运化了，你要消化了。薏仁呢，它是非常有甘淡的药，它有很好的渗湿作用。湿从下焦渗了，
那么整个湿好了，生痰的这个根源也就少了，也就没有了。哦，明白了。所以呢，刚才的方子用的就是这个杏仁儿、白蔻仁儿和生薏仁儿。那我们周主任您再介绍一下它们具体的用量，我们自己在家怎么操作，再详细的说一下。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你一个人吃，你就这个杏仁儿，你就用个6克左右就可以。那么薏仁呢，我们用个12克。那个白豆蔻蔻仁啊比较香，它那个味儿啊不是特别好闻，你就用个1克2克。当然那个不能一块打浆，它要把它就是用水熬那么1-2分钟，然后和前面那个打出来那浆兑在一起喝就可以了。哦，然后每天喝上，这是1天的量。对，1天的量。有什么人不能喝吗？这么好喝的东西？当然这是主要是化湿的。如果这个。那么他如果湿不重没有湿，比如说那些人比较瘦，就是整天想喝水，就是口干，就我们中医说阴虚的一些人，那么这些他可能就没有湿，他就不要喝这些东西。也是要对症的哈，虽然它很好喝，大家可以记一下大屏幕，对，可以拿出手机来拍一拍，或者拿纸笔来记一下，记不下来没关系啊，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我们的2维码来关注我们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像今天介绍的方子啊都在上面呢，大家可以记哈。那刚才呢开场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瓜果蔬菜，在我的这个身前刚才摆在桌子上的很多都介绍了有好处，但是这个冬瓜还没有介绍，冬瓜它的这个仁儿啊皮啊有作用吗？冬瓜的药用价值在它的皮和它的这个籽儿。那么冬瓜皮就是一味中药，我们中药处方可以开出来冬瓜皮。那么冬瓜皮就是有清热化痰、利水这样的一个功效。比如说咳嗽啊、痰多啊，有点这个肺热，那么这些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冬瓜皮。那么冬瓜籽儿呢，它的功效比冬瓜皮清热的作用还要强。那么它有这个不光有清热化痰的作用，还有这个消肿排脓的作用。比如说一些感染性疾病，我们说的这个肺脓肿，我们说的这个肠的脓肿，都可以用到这个冬瓜籽儿。那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冬瓜了，也说到冬瓜皮了，可以看到我们3面大旗啊，3子3仁3皮，也就是说这3皮还没揭晓呢。我们一起啊来了解一下这个3皮大将军能解决什么问题。那周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能针对什么问题呢？这个3皮啊，主要是针对这个肺热的这种咳喘，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上火。肺上火了，那么它又会有很多症状。我们主要的肺热的症状就是分成一个实火一个虚火，比如说那个实火就会出现咳嗽啊、吐黄痰、流黄鼻涕、嗓子疼，然后或者就是一感冒了就发烧了，那么这些都是肺热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咳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是病的时间比较长，他会出现的这个我们叫做虚火。虚火就是这个人比较瘦，然后痰特别不容易出来，比较黏，或者就没什么痰。每天口渴老想喝水，舌头一伸舌头那舌头红啊，没什么苔。那么这样的我们叫做肺的虚火。那么这2种治疗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今天呢说的这个3皮主要是针对肺的这种实火，就是痰热运肺引起来的这种咳喘。那么有这些肺热，如果严重我们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疾病呢？就疾病有2种，一种就感染性的疾病，一种就是咳血。感染性疾病，比如说肺里发炎了，那么痰黄啊、流黄鼻涕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肺热久了，有些人会出现咳血的症状，中医叫做热破血行嘛。比如说支气管扩张那些病人，或者就是肺炎比较严重，他发烧的时候他出现痰里带血了，那么这些都跟这个肺热有关系。哦，所以得注意哈。那么泻肺热要用到什么食物的皮呢？我们就去看看3皮大将军哈写的是什么。来揭晓一下，还是先揭晓皮，还有钟将军的地骨皮，夏将军的瓜蒌皮。来介绍一下吧，这3种皮为什么也要分上中下，都是什么作用？这3味药啊，也是从一个叫泻白散的里头把它定化出来的，也是从名方来的，化材来的一个名方。那么桑皮呀、桑白皮，就啥子桑树根那个外皮儿，它的什么作用啊？它主要是清热、止咳、平喘、化痰。地骨皮啊，它有个什么？因为这种病啊，和前面相比，它比较热，有时候有一些虚热，
鸡骨皮的清虚热的作用非常好。瓜蒌皮呢，它同样是它是瓜蒌，它瓜蒌那个也是全身都是药。你看它分上瓜蒌仁儿、瓜蒌皮儿，对吧？也有时候用全瓜蒌。它用皮的作用就是比较方便一点。它也有什么？也有清热、化痰、止咳的作用。这3个要放在一块儿。总体来说，你看它有清热的作用，有止咳的作用，有化痰的作用，有平喘的作用。方子名字叫三皮清肺饮，是今天专家给我们推荐的三皮的方子。那这个方子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用吗？可以，你出现了我们说的那些肺热的那些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实火啊，那么你就可以用一些这个我们叫三皮清肺饮，泡茶也行，你把它就是拿水熬，那么开了以后熬那么2、3分钟也可以，就当做茶喝，这样对于这个肺热、咳嗽、吐黄痰啊这种效果还是不错的。有什么样的人是注意不能喝这个方子吗？这是肺的实火的人比较适合。如果肺的虚火，或者就是说他是虚寒的人，这些人就怕冷，就是不敢吃凉的，天天手脚凉，然后就是一吃凉的就拉稀，这样的人是中医说的脾胃虚寒或者有肾的虚寒，这是你是不能用这些凉药的。那么吃了以后，他可能会腹泻加重啊，这怕冷加重。好，今天的专家跟我们通过了瓜果蔬菜的3种籽、仁儿、皮，解决了好多问题大部分都解决肺上面的问题。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会肺不舒服有咳嗽有痰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可以解决肺部问题呢？清肺化痰的美食。据说要用到这个藕，当然了，专家也给我介绍了，说一定要搭配一样非常好的食材，才能达到这些个功效。我是勤劳的小蜜蜂，先炒上这个藕了。2位怎么还没到啊？哎呦，依玲，你这够勤劳的呀！我过来了，真是勤劳的小蜜蜂嘿，真棒。你看你这干嘛呢？都炒扒了锅了，它有淀粉呢。你都粘在一块儿了，你赶快倒出来吧。它本身就有淀粉单炒它能不扒锅？肯定是要粘锅的呀。我这不是你看端一碗水来，一会儿这碗水就把你扒锅现象解决掉。一碗水就能让我们炒菜不粘锅？没错。好，这么神奇。一会儿教教我们好。刚才说了，今天要清肺化痰的一道菜，除了藕，要搭配一个很关键的食材。您是带来了吗，沈老师？对呀，今天我就把这个神秘食材带来了。这个神秘食材在这个《神农本草经》还有《本草纲目》中都有记载。它呢可以抗炎、镇咳、清肺、化痰，而且呢对咱们降血压呀、降血脂也有一定的功效。好的，大家可以一边猜着一边等一下。那今天做什么菜呀？今天呢我们做一个豉汁儿双脆。就是口感都是脆的呗。对。还是要重新切一下这个藕丝对呀，切藕实际上也有窍门。你看我这切着就特别顺畅，看见没有？就很轻松的，就一下就把这藕切开了。为什么呢？咱们一般家里边切藕都是这么切，对吧？对。我是把它断开以后，把它立起来切。竖着切。这样呢，它这个筋络是这样的，所以下刀呢就特别容易下刀。然后我们再把它捋开了。再把它切成丝，这样呢，藕丝呢，你切完以后就跟土豆丝的感觉似的了。明白了。今天呢，我们是要清肺嘛，要化痰。那这个藕是有这样的功效吗？孙思邈的这个《备急千金药方》里有记载藕它性是比较平的，但是稍微有一点凉性。然后呢，它可以清热，而且还可以强身。今天呢，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辅助食材来搭配我这个神秘食材的。好，那首先就看您开始起锅了，是教我们不粘锅的窍门了吗？不是，现在还不是呢。我们呢做一个豉汁儿，所以呢，先把这豉汁儿炒一下。锅里边呢倒点油，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汁儿呢，不是说就炒这一个菜。把这豉汁做完以后呢，将来您在炒其他的青菜的时候，㧟一点下去就齐了，其他的佐料什么都不用搁。哎呦，太好了！这是万能豉汁儿大家好好学一学。先是炒这个蒜末，先下蒜，1份蒜呢，然后1份这个豆豉，豆豉呢把它切碎了，然后呢搁在油里边去小火先去炒，小火炒到蒜成金黄色了，这个时候我们加调料。不加食材，加调料。对，先加2勺料酒，好，然后呢加2勺酱油，就是熟制一下调料，对，味道更香。然后呢我们加一点白糖，半勺白糖。好了，这样呢，我们这个豉汁就炒好了。炒好豉汁以后呢，我们把它盛出来。下一步我们就开始烹调了。
我们直接可以来教这个窍门了吧？对，下面我们就怎么不粘锅，实际上特别简单啊。我们也不放特别多的油啊，因为那个豉汁里边有油了。所以呢，这儿呢我们就少来一点油。然后你看我这杯水是干嘛的啊？就把我们这个藕搁在这水里边，稍微一过水就得。您这水里放什么了吗？水里边什么都会放，就是清水。就是清水。哦。然后这锅热了以后，你看啊，这样我们把它再放进去，捞出来直接放进去。这碗里边的这个淀粉就全都出来了。就这么冲一下。对。就可以直接。然后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去炒了啊。也不用用这个水泡。对。过一下水就行。就是基本上拿水一过就可以了。哦，明白了。而且我觉得过水之后的这个藕呢，感觉好像更白净了。对。这个我先炒着，但是什么时候下？咱们刚才说特别关键的那个食材，既可以清肺又可以化痰，而且呢还有很多保健作用。我们藕稍微一烹炒，只要一熟，基本快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下另一个食材了。现在我就给大家揭晓这个神秘食材。它呢又可以化痰镇咳，还有一定的抗炎，而且呢对我们的这个降压呀、降血脂啊还有一定的功效。大家看，它就是芦蒿。芦蒿，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基本上炒至它稍微变成乳白色一点了。这时候呢，我们下入咱们这个芦蒿。芦蒿下去以后，我们这汁儿你看啊，倒在菜上。这样呢，我们这道菜就齐了。关火。哎，说这个芦蒿那么好，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茼蒿跟它有一样的功效吗？没有这个芦蒿的功效强，而且这个芦蒿啊，除了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些功效，还有